你知道吗？那张你每年过年都要买，家家户户门口都要贴的福字，居然有90%的人通通都贴错了。你以为你是在招福气？我跟你讲实话，你这是在把你家里好不容易积攒的福气亲手往大门外推，甚至是整碗倒进大水沟里去啊。很多人听到这里心里一定在碎碎念，哎呦，尼斯啊，不就是一张红纸吗？金子店大卖场几块钱一大把的东西，有需要讲的这么严肃吗？我跟你们讲，有，太有了。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张红纸哦，在易经风水里，它不仅仅是一个字，它就像是你家风水磁场的总开关。这就好比我们家里的电箱，开关如果按错了，灯怎么会亮？位置如果贴错了，那个气怎么会顺？很多乡亲家里常年吵吵闹闹，破财不断，身体酸痛，找不到原因，看了医生也说是退化。其实啊，往往就是你自己无心之中在家里布下了散气局，甚至是引煞局，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这不是我在吓唬你们哦，风水这种东西真的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今天我不跟各位讲了一些深奥难懂的理论，我只教你救命的3招，什么时间贴，贴在哪里，绝对不能犯的3个罩门。听懂了？2026年我们才能把真正的天地正气吸进来，让你全家大大小小旺足1整年。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我先讲个发生在台北的真实案例。这个案子的当事人，我们就姑且叫他陈董吧。这个陈董啊，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大老板，50多岁的人，长得那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看就是那种很有福气，很有老板格的面相。他平时也很讲究这些，脖子上戴着几十万的翡翠玉佩，办公室里也摆着咬钱金蚕。但是人啊，最怕的就是半桶水响叮当。去年过年的时候，陈董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心想，哎呀，今年赚的钱，明年我要更上一层楼。于是他那个劲头上来了。除夕那天下午，他不夸张，直接去买了几十张福字回来。你们没听错，是整整几十张。他是怎样贴的？大门口正中间贴一张最大的那种烫金边，金光闪闪的。一进门，玄关墙上贴一张，客厅的正墙上贴一张，那冰箱是家里的粮仓啊，肯定要贴吧。米缸上贴一张，衣柜上贴一张。最夸张的是什么？他连厕所门、厨房门，甚至家里那条宝贝红贵宾狗的狗窝上都给贴了一张小小的福字。他太太当时正在厨房忙着张罗年夜饭，端着菜出来一看，吓了一跳，念他，老陈啊，你这是在冲啥？贴这么多，家里都要变成开公庙的了，整间屋子红彤彤的，能看吗？陈董那时候正得意咧，手里拿着浆糊，笑呵呵地说，你懂什么？这叫福气满满，满屋是福嘛。你看，抬头见福，低头见福，连上个厕所都能看见福，这明年的运气能不旺吗？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很多人现在心里是不是也在想，耶，尼斯，我也觉得挺吉利的啊，到处都是福，多喜庆啊。大错特错，这就是典型的因为无知把好运都赶跑了。陈董贴完之后，那个年过得确实是热热闹闹，但是不出半年出大代志了。先是他那年最稳的一单生意，跟美国客户本来合约都要签了，定金都收了，突然间无声无息的对方公司换了老板，直接毁约，赔了一大笔违约金不说，关键是陈董为了这单生意把手头的现金流全压进去了。这一下不仅钱没了，还得天天跑银行掉头寸，差点就要跳票了。做生意的都知道，资金链一断，那就是大出血啊。紧接着还没等他喘过气来，家里那个正在读高中的小儿子，平时乖得像只猫一样，突然不知道是卡到阴还是怎样，跟学校外面一群有的没的乞讨人搞在一起，学会了抽烟，还要离家出走，说是要去搞什么地下乐团。陈董急的是一夜白头啊，那是真的白了，两鬓全是白的。他跑来找我的时候，整个人像是老了10岁。一进我的诊所，皮包往沙发上一扔，一脸的苦相。尼斯啊，我是不是流年不利？我是不是今年犯太岁？我今年明明做的最足啊，我那个福字贴的比谁都多，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我当时正在泡茶，抬头看了他一眼，我说，老陈，你先把气喘匀了，我还没去你家看，但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你这哪里是犯太岁，你这是把自己家弄得千疮百孔啊。诸位记住了，气
是易经里最核心的概念。风水讲究什么？4个字：藏风聚气。气就像水一样，它是流动的，它是活的。你想要在这个房子里住得安稳，赚大钱，你得把这个气聚住，让它在这个屋子里慢慢的流转，像我们炖补一样，慢慢滋养你一家人。那你那个福字是什么？在玄学上，它不仅仅是一个字，它是一个气口，它是一个信标。你把一张福字贴在某个地方，那就是告诉天地之间的气，说嘿，这儿有个口，请往这儿走，这叫引气。但是如果你把屋里贴的到处都是，这叫什么？这叫散气。大家想想看，你拿一个气球，你戳一个洞，那个气是不是噗的一下喷出来？那个力量很大很集中。但是如果你在气球上戳100个洞呢，那个气球是不是瞬间就消风瘪掉了？那个气就散掉了，没劲了嘛。陈董那个家，厕所贴、厨房贴、墙角贴、狗窝贴，这就等于在他那个风水磁场上开了无数个漏风的口子。好运气刚从大门进来，还没来得及在客厅转一圈，没来得及生财呢，就被厕所那个福字给引到化粪池里去了。还没来得及滋养人呢，就被厨房那个福字引到火里烧干了。这哪里是福气满满，这分明是散财童子啊！而且啊，各位乡亲，最可怕的还不是钱财留不住，是引煞。你想想看吧，厕所那是啥所在？那是我们每天排泄冲掉脏东西的地方，那是污秽之地耶。你在厕所门上贴个红红火火的福字，你这动作是在告诉老天爷说，嘿，这里是福地哦。老天爷在上面一看，好嘛，你这人真是有意思，你把厕所当福地，那我就成全你，把那厕所里的污秽之气，那个臭气当成福气送给你全家。所以陈董的儿子为什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因为家里的气浊了嘛，那个污秽之气冲进了脑子。这就跟我们人吃坏肚子一样，家里风水吃坏了，神志就不清了嘛。这在医学上叫神昏主语，在风水上就叫犯煞。后来我去了他家一看，哎呦，一进门我真的是好气又好笑。我说，老陈啊，你看看你这个家，你把那个福字贴得像便利贴一样，到处都是，你这是把家里变成了一个漏水的竹篮子啊。我们要的是聚宝盆，你弄个竹篮子打水，财气进来全是洞，怎么留得住？老陈当时听得脸都绿了，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那句歹事都卡在喉咙里出不来。所以我常常讲，很多人日子过得苦，不是命不好，是无知。无知比坏命更可怕。你明明是一块好玉，非要拿去垫桌脚，那能怪谁？但是陈董这个案子还不仅仅是贴多这么简单，他最大的错误是犯了风水上3个致命的罩门。这3个罩门，各位现在一定要把它们记下来，哪怕你家里有金山银山，只要犯了其中一个，也能给你搬空了。这就叫坐吃山空。这第一个罩门，也是最多乡亲容易犯的，就是位置。我们这一张纸，那是定你1年的生死门。很多人贴福字，第一反应就是我要贴在大门正中间，我要贴得高高的，我要让全世界，让隔壁邻居都看到我有福气。糊涂啊，真的是糊涂。为什么大门正中间绝对不能贴？这里面藏着一个只有我们学中医学易经的人才知道的人体风水学的秘密。很多人问我，尼斯，这福字不就是图个吉利吗？我贴在大门正中间，多大气，多有面子，这不好吗？好个大头鬼裂。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典型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那是贴给鬼看的，还是贴给邻居看的？你要的是那个虚荣的面子，丢的可是实实在在的里子啊。为什么大门正中间绝对不能贴？我们学中医的都知道，人有任督二脉，那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高速公路。任脉在胸腹正中，督脉在脊背正中，对不对？房子也是人啊，房子是有生命的。大门就是这个房子的口，也就是嘴巴。大门的正中间，那叫什么？那叫气口中轴，是这间房子呼吸最关键的咽喉部位。你们去台南鹿港看看那些古时候的大宅院，大门中间那是留给谁的？那是留给门神的。秦琼、尉迟恭2尊大神往那一站，手里拿着鞭拿着锏，那叫镇宅，那叫把关。你现在好了，2尊门神还没请呢，你啪了一张大大的福字贴在正中间。这就好比什么？好比一个站岗的哨兵，你非拿一块红布把人家眼睛蒙上，把人家嘴巴堵上。气是要流通的，
大门中间是正气出入的大道，你贴个福字堵在那里，看着是红红火火，实际上是在挡气，正气进不来，邪气出不去。你以为你贴的是福，其实你是在告诉老天爷，我家门堵了，财神爷您绕道走吧，别进来了。所以千万记住，大门正中间只适合贴春联，中间要么空着让气流畅通，要么请正规的门神去镇守，绝对不能单独贴个福字把气口封死。说到这里，肯定有人急了，要问了，倪医师，那我到底要贴哪里？我都搞糊涂了。嘿嘿，别急，只要记住一句话，这句话值万金，明处不如暗处，动处不如静处。真正的福字只有一个位置是正穴，是真正的生门，那就是大门内侧对应门把手的位置。各位乡亲，听清楚了吗？是大门里面，不是外面哦。为什么？我讲道理给你们听。我们学易经讲究的是象，大家想想看，你每天回家那个动作是什么？你掏出钥匙插进去，转动门把手，然后把门推开或者拉开，对不对？如果你的福字贴在门内侧，当你开门回家的时候，那个门扇是往里走的，那个福字也是跟着门扇像个乖孙子一样迎进来的。这叫什么？这叫开门纳福，福气是往家里跑的，是跟着你屁股后面进来的。可是啊，如果你贴在门外侧，你开门的时候，那个门扇是往外推的，那个福字也是往外翻的。这叫什么？这叫福气外泄。你自己亲手把福气推给别人呢，推到楼道里去了。而且为什么要对应门把手？因为门把手是动气点，每一次你触碰门把手就是一次启动。你在那里贴个福，等于每次开门都在激活这个福气，告诉他醒醒咯，起床咯，我要带财进来了。这就好比你在门口请了一个最尽责的管家，你一回来，管家就给你把财气接住，安安稳稳的送到客厅里去。所以这第一大罩门也就是位置，你们现在搞清楚了吗？回去检查一下，如果贴错了别犹豫，赶紧撕。位置讲完了，这地利我们站住了，但这还不够。风水讲究天地人合一，地利有了还得有天时。这天时二字听起来玄乎，其实说白了就是时间点。这一张纸你把它贴上去的那一瞬间，其实是在做什么？是在跟天地沟通，是在打一个契约。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觉得哎呀，过年嘛，除夕夜多热闹，我就等到大年30晚上的12点钟，那是旧的一年结束，新的一年开始。这个时候贴福字肯定最吉利，肯定能抢个头彩。糊涂啊，简直是糊涂透顶。我告诉你们，风水这东西讲究的是感应。你如果在天地最凶、阴气最重的时候去求福，你招来的就不是福，是祸，是煞。有3个时间点，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贴福字，那你不管贴的位置多对，都是白搭，甚至会招来大祸。第一大禁忌子时，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是90%的人最容易犯的错，也是很多做生意想抢头香的老板最爱犯的错。大家听着鞭炮响，看着特别节目，觉得哎呀，这个时候最喜庆。但我告诉你们，从中医来讲，子时是人体胆经当令的时候，也是天地间阴气最重、阳气刚刚萌芽最脆弱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叫做阴阳交界。在玄学上，子时是极阴之时。你们看那个太极图，黑到极致，中间有个小白点，那个白点太小了，根本压不住那个黑。这时候天地间的气场是混沌的、浑浊的，甚至可以说对于我们活人来说，那是鬼气森森的时刻。你在这个时间点贴福字，那个动作叫什么？叫开阴门。你把一张红纸往门上一拍，那个浆糊还没干呢，你那个念头一动，福字吸不到一丝阳气，反而把周围游荡的那些好兄弟，那些天地间沉淀下来的污秽阴气，全部像磁铁一样吸附在那张纸上。这就好比你在大半夜的坟地里喊，大家都来吃饭哦。我在新竹科学园区认识一个工程师，姓张，30出头，年少有为。这小伙子讲究效率，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去年大年30还要在公司加班写程式，说是为了赶一个大专案。回到家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家里冷灶冷锅的，他老婆带着孩子先回娘家了。他想，哎呀，过年了，总得有个过年的样子。于是就在那个子时，大概11点半的时候，
他把家里大门、卧室门全贴上了福字，贴完还拍了个照说新年新气象，福气满满。结果呢，那一年这小伙子简直是噩梦缠身。先是过完年回来，莫名其妙开始失眠，以前沾枕头就睡死的人，现在一闭眼就觉得床边有人，甚至有时候半夜醒来，感觉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动弹不得。这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鬼压床。紧接着他在公司写的那个程式，本来测试都过了，上线那一天突然出了大问题，导致公司损失了几百万台币，直接被降职，还要扣薪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眼圈黑得像猫熊，说话都有气无力。我把脉一看，此脉沉的都快摸不到了。我说，你这是肾阳大虚，阴邪入体啊，你家里是不是招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一脸茫然，没有啊，我不信那些有的没的。我问他，你什么时候贴的门神福字？他说，除夕夜里11点多啊，我想着跨年嘛。我当时就拍桌子了，你那是把阴符贴门上了。子时阴气最盛，你那个身体本来就因为加班透支了阳气，这时候你的火气最低，你还去招惹那个阴气，你贴的那不是符，那是给那个世界的众生发的邀请函。我让他回去，立刻把那些符字全撕了，烧成灰，用芙蓉抹草水把门擦一遍，然后选个大中午阳气最足的时候重新贴。结果怎么着？不出1个礼拜，睡眠好了，精神回来了，那个黑眼圈也消了。这叫什么？这就叫戒天时。第二大禁忌，黄昏，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这第二个坑是很多上班族容易掉进去的。白天忙没空贴，下了班去全联买完菜，回到家大概就是5、6点钟，这时候天刚擦黑或者已经黑了，大家顺手就把福字贴了，觉得把事办完好吃饭。诸位，这个时间段在八字里叫酉时，你们想想酉字怎么写？像不像一个酒坛子？这叫日薄西山，太阳落山了，鸡进笼了，万物都要休息了。这个时间点的气象是衰退的，太阳都没了，阳气开始退散，阴气开始上升。你在这个时间贴福字，那个意象是非常不吉利的，这寓意着你的福气，你的财运，就像那个落山的太阳一样，这一点点就要没了，就要进入黑暗了，这叫衰气。如果你在这个时间贴，你这一年做事，哪怕开头再好，最后都会虎头蛇尾，都会没力。所以记住，太阳下山之后别贴符，宁可等到第二天早上，也别贪那个黑。第三大禁忌，心情不好吵架的时候，这第3点比前2点更可怕，因为它不是天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我见过太多夫妻为了过年的琐事吵架，什么今年初2回谁家过年啊，给爸妈包多少红包啊，年菜要订哪一家的啊，一边吵着嘴，一边气呼呼的拿了浆糊去贴福字，那个脸拉得比马还长，那个心里全是火气怨气。诸位，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万物有灵，物随心转。你手里的那张纸，它是个载体，它是个海绵，当你满怀怨恨愤怒去触碰它的时候，你身上的那个煞气就印上去了。你贴上去的不是福字，是你那一刻的诅咒。你把一张充满了怨气愤怒的纸贴在门口，你说这个家能好吗？这一年这家人绝对是争吵不断，鸡犬不宁，老婆看老公不顺眼，孩子看父母不顺眼，甚至家里的电器都会莫名其妙的坏掉。为什么？因为那个磁场乱了。所以我给你们定个规矩，如果要贴福字，先把心情调整好。如果刚吵完架或者心里不痛快，千万别贴，去洗个脸，喝杯茶，听听音乐，哪怕是假装笑也要笑着贴。你要对着那个福字说好话，今年辛苦了，明年拜托你了哦。你要把这份善意印上去，这才是真正的开光。避开了这3个罩门，你的命是保住了。但是要想发财，要想彻底咸鱼翻身，光避开坑还不行，你得知道哪里有金矿。一天24个小时，只有3个黄金时刻，在这3个点把那张红纸贴上去，哪怕你是穷光蛋，也能把这一年的财运给它抢回来。记住，风水就是借力，我们人太渺小了，我们要借天地的力。这3个时间点就是老天爷把那个大金库的保险柜门打开的时候。第一，黄金时刻辰时，也就是早上7点到9点。
这是第一上签的时间。如果你们起得来，如果你们今年真的想干一番大事业，一定要选这个时间。为什么？辰在12地支里属龙，我们明年是2026年，那是丙午马年，龙马相见，这叫龙马精神，这叫龙马交汇，是大吉大利的格局。辰时也是太阳刚刚升起，雾气散去，露珠还在草叶上的时候，这时候的天地之气叫生气，生机勃勃的气，万物复苏，就像一条巨龙刚刚睡醒，抬头吸第一口紫气。在这个时间段里，最好的节点是8点到8点半，这个时候阳气处于一种攀升的状态，它是往上走的，那个劲头是最足的。你在这个时间把福字贴上去，寓意着你这一年的运势是蒸蒸日上。谁最适合在这个时间贴？家里有小孩读书，想考第1名的，想创业当老板的，或者去年运势低迷，赔了钱，想在今年彻底翻身的人。我有个病人是个开家具工厂的老板，姓刘，工厂就在五股工业区那边。前几年呢是真的惨，厂房遇到火烧旺地，虽然人没事，但赔了一大笔钱，老婆还要跟他闹离婚，赔得连底裤都要当掉了。他来找我的时候，整个人都颓废了，问我，尼斯，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该去出家了？我说，你还早着呢，你这个命格是要经历火炼的。今年过年，你听我的，给我定个闹钟，我让他大年初一早上7点半起床，洗个澡，把胡子刮干净，换身新衣服，这点很重要，要有仪式感。然后亲自去厂门口，不要让保全贴，要自己贴。要在8点整，太阳刚照到厂门口的时候，把那张红纸精致的福字稳稳地贴上去。老刘听话啊，那天早上他带着老婆孩子，恭恭敬敬地在厂门口贴了福字。你猜怎么着？过完年不到1个月，那是真的神奇。当地县市政府突然有个新建的办公大楼项目要采购办公家具，本来是听说已经内定给别人的，结果那个厂家出了质量问题，被取消资格。采购的主任正好路过五股，看到老刘的厂门口那个气场特别正，就进来转了一圈。这一转，那一单几百万的政府标案直接砸到了老刘头上，让他起死回生。后来老刘跟我说，尼斯，那天早上贴完，我就感觉那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好像有一股气推着我走，心里那个阴霾一下子就散了。我说，那就对了，那是龙气推着你呢。第二黄金时刻巳时，也就是早上9点到11点。如果你是个爱睡懒觉的，或者早上忙着拜年，辰时没赶上，没关系，还有第二次机会。巳时在五行里属火，也是蛇，也就是小龙。在八字神煞里，巳时往往代表着驿马星。什么叫驿马？就是跑动、奔波、升迁、变化。这个时候的太阳已经很高了，阳气非常充沛，但又不像中午那么烈，这是一种温煦的力量，像温水一样舒服。在这个时间贴福字最容易招来贵人，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走动，都在拜年，人气最旺。你贴上福字，那个意头就是贵人出门，正好撞见福。谁最适合在这个时间贴？做办公室的公务员，上班族想升职加薪的，跑业务做销售想出门遇贵人签大单的，或者家里有老人的，希望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选这个时间准没错，这叫顺势而为。第三黄金时刻午时，也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也是最霸道的一次机会。午时是日正当中，是一天中阳气最旺盛最顶峰的时刻，这时候的太阳那叫纯阳之火，任何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在午时的太阳底下都要现原形，都要灰飞烟灭，那个阴气是一点都藏不住的。谁最适合在这个时间贴？做大生意的老板，需要镇得住场子的，家里最近特别倒霉的，觉得家里阴森森不安宁的，或者家里有人久病不愈的，在这个时间贴福字，等于给家里请了一把尚方宝剑。你是用天地间最强烈的阳气，把家里那些积攒了一年的霉运、晦气、病气全部烧干净，这叫破而后立。好了，这3个时间点我再重复一遍，大家记好了。辰时7点到9点，求翻身、求发展、求学业，这是龙抬头。巳时9点到11点，求贵人、求升迁、求平安，
这是贵人到11点到13点，求辟邪、求正宅、求大运，这是正阳火。你们自己对号入座，看你今年最缺什么，就选哪个时间，别贪心，选准一个点，把那股劲用足了。讲完了时间，讲了位置，大家都记住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每年过年都能把一家人吵翻天的，那就是这个福字到底是要正着贴还是要倒着贴。你们现在走到外面的街上夜市去看，10家店家有8家是倒着贴的，你问老板为什么，他嘿嘿一笑，觉得自己特聪明。尼斯，这您就不懂了吧，这叫福到了嘛，取个谐音，多吉利。我听了只想给他头上来一下，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就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诸位，今天我要当那个拆穿国王新衣的小孩，我要告诉你们，福到了这3个字是近100年来民间流传最广、坑人最深的一句风水谎言。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学易经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象，文字是有灵性的，汉字更是天地间最神圣的符号，每一个字都是一个象。我们来看看这个福字怎么写，左边是个士字旁，士是什么？是祭祀，是祈祷，是跟老天爷沟通的那个供桌。右边是什么？是一口田，一口田代表你有地种，有饭吃，有人丁兴旺，这本身就是一个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字。它像什么？它就像一个大粮仓，像一个装满水的大水缸。你把它倒过来，在风水上的像是什么？你想想看，你家里有一个装满水的大水缸，或者是装满米的米缸，你把它正着放，口朝上，那个水那个米是不是稳稳当当的装在里面？那是聚财，那是守福。可是你为了求那个嘴皮子上的谐音，为了那句福到了，你把它倒过来，口朝下，那是个什么象？那叫倾盆而出，那叫覆水难收。你那个福气财气本来是装到罐子里的，你非要把罐子底朝天，那你还能留得住什么？除了留下一地鸡毛，啥也剩不下。所以那些傻乎乎跟着别人倒贴福字的人，你以为你是在招财，其实你是在倒财。你是在把家里好不容易积攒的那点福气亲手往外倒，往大马路上倒。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年年贴倒福，年年喊穷，因为你的财库是漏的，是底儿朝天的。尤其是这几类人，你们听好了，这更是大忌中的大忌。第一类，做生意的，开店的，你的店门就是你的聚宝盆，你把福字倒贴在玻璃门上，那是告诉财神爷，我家不收钱，我家往外送钱。那你这一年绝对是赔本赚吆喝，流水哗哗的流，利润1分没有，变成过路财神。第二类，公职人员、上班族，你们求的是什么？求的是稳，求的是步步高升。正贴代表正气凛然，代表脚踏实地；倒贴代表什么？代表翻。在官场上、职场上，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翻船，意味着下台，意味着你的乌纱帽戴不稳了，要被人掀翻了。第三类，家里有病人、老人的，这是最要命的。病人需要的是什么？是扶正祛邪。正就是健康，就是站得直，走得稳；倒就是倒下。你家里有个常年卧病的老人，或者身体虚弱的孩子，你没事在门口贴个大大的倒符，那个意象太凶了，那是触眉头啊，那是大厦将倾之象啊。听到这里，肯定有人要问了，尼斯，既然倒贴这么不好，那为什么会有福到了这个说法？难道全是骗人的吗？也不全是。古人的智慧那是极高的，在风水上只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和特殊位置是必须也只能倒着贴的，只有这2种情况你倒贴才是对的。第一种位置，垃圾桶、收水桶，这是古人传下来的规矩。以前农村都有那种大水缸装净水，也有那种脏水桶装收水。在垃圾桶、收水桶上我们要贴倒符，为什么？因为这里的操作动作是倒，我们要把里面的脏东西、把垃圾、把污秽之气统统倒出去。在这个位置倒贴福字，它的意思是把霉运倒掉，把福气留下来，这叫去伪存真。所以如果你非要倒贴，请你移步到你家的垃圾桶上贴，那是吉利的。第二种位置，柜子里面、保险箱里面，注意哦，是里面不是表面。
以前的人有那种大箱子存衣服、存钱，他们会把福字倒着贴在箱子底或者柜子背面的内侧，这取的是什么意义？这叫福气深藏，意思是福气到了底了，装满了，沉甸甸的。但是这仅限于容器的内部，绝对不是让你贴在门面上的。除了这2个特例，诸位，我求求你们，回家把你大门上、客厅里、窗户上那些倒着的福字全部给我撕了。不管那个字多贵，不管那个金粉多闪，只要是倒着的，那就是个败家子的标志。换一张正正当当的、端端正正的、红红火火的正福字。我们要的是正福入宅，不是歪门邪道。我们要的是堂堂正正的福气，不是那种靠玩文字游戏骗来的假福气。大门是你的脸，是你的门面。你见过谁走路是倒立着走的吗？大门如果倒贴福字，意味着这个家的气场是颠倒的，后果就是家里是非多，黑白颠倒，长幼无序。儿子敢打老子，老婆敢骂老公，员工敢吵老板，这就叫反了天了。所以今年的规矩我都给你们立好了，位置、门把手内侧，时间辰、巳、午3个正阳之时，方向必须要正。讲到这儿，我们这堂关于福字的大课算是把术，也就是方法的层面给讲透了。风水分有形和无形，我们今天讲的贴福字是有形风水，它很重要，它是给你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一个好的磁场，就像是给车子加满油，但是真正决定这台车能不能跑得远，能不能留住这个福气的是无形风水。那什么是无形风水？那就是你的人心。我在临床上看病看了几十年，看过无数人的生死，也看过无数家庭的兴衰。我发现一个铁律，心存善念的人，哪怕不懂风水，哪怕家里乱贴一通，他的运气也不会太差。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是正的，他的气是和的。那张贴错了福字，压不住他一生的浩然正气，这叫什么？这就叫一正压百邪。反过来，心术不正的人，哪怕把全世界最厉害的风水大师请回家，哪怕把福字贴得严丝合缝，分毫不差，没用，因为他的心是黑的，是个漏斗。你也想算计别人，也想占便宜，也想不劳而获，甚至专门搞些有的没的奥布去害人，那财神爷就算进来了，看你这一屋子的乌烟瘴气，他也得吓都吓死，捏着鼻子酸得比谁都快。易经里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一句话比你贴1万个福字挂100个八卦镜都管用。所以这一年，当你把家里那张红彤彤的福字贴上去的时候，我希望你在心里许的愿望不仅仅是我要发财，我要中乐透，我要升官，你要许一个大愿。你要想，老天爷众神明啊，如果您给我福气，我愿意把这份福气分享给更多的人，我愿意对老婆孩子更好一点，对父母更孝顺一点，对朋友更仗义一点，对这个社会更有用一点，这就是利他。当你开始想着去利益众生，去结善缘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求福了，因为你自己就是那个最大的福星。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吉地，你住在哪里，哪里就是福宅，这才是风水的最高境界，福地福人居。好了，话就说到这里。2026年是丙午马年，火旺之年，那是红红火火、万马奔腾的大吉之年。今天我们这几万人聚在这个影片里，这就是缘分，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为了让大家都能沾到这份喜气，我请大家做一件积功德的小事，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古人说好话，一句三冬暖，你的话是有力量的。你可以写愿看到此条的有缘人2026年平安健康顺顺过。你可以写愿天下父母身体勇健皆得长寿。你可以写愿所有打拼的人今年都能咸鱼翻身大赚钱。一定要写出来，因为文字是有力量的，语言是有灵性的，这就叫念力。当你把这句祝福发出去的那一刻，你就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这颗种子会把你发出去的祝福放大10倍100倍，再回向流转到你自己身上。这就是易经里的感应，这就是宇宙的法则。祝各位福生无量，马到成功。我们下期见。